女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智障，同学都嘲笑她父亲是一个傻子，但只有6岁智商的父亲每天都会笑着迎接女儿放学。女儿一直想要一个海蒂书包，可父亲的钱不够，他承诺女儿卖掉羊后一定买来新书包。谁知第二天，商店的最后一个书包被一名身穿制服的军官买走。男人祈求军官将书包让给自己，蛮横的军官反手一拳将他打倒在地。女孩看着父亲被殴打，既难过又愤恨。回到家，她对奶奶说不开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买到新衣书包，而是父亲被坏人欺负。此时男人正呆呆地坐在台阶上，难过的手足无措。他不在乎自己的伤势，反而关心女儿是否因为没有买到书包而沮丧。他询问年迈的母亲，这天，男人在山头放羊，偶遇军官一家人在郊游。一群熊孩子见智障男人到来，纷纷围着他转圈。人群中，男人无意间看见军官女儿身上的海蒂书包。调皮的女孩知道男人是傻子，故意背着书包逗他追赶。眼看着前方是陡峭的悬崖，男人让女孩停下来。谁知女孩脚下一滑，掉进海中。男人没有丝毫犹豫，跳下大海。不过还是晚了一步。他把女孩救上岸时，女孩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只有6岁智商的他不懂得如何紧急施救，只能无助地把女孩抱在怀中，不停颤抖。这一幕刚好被女孩父母撞见，他们认定男人是因为书包的事情报复杀人。可智商低下的男人不会辩解，就这样，他被诬告为杀害女童凶手，锒铛入狱。审讯室内，男人坚决不承认他杀过人。警察为了叫他招供，使用暴力打他头破血流，又伪造了认罪书。男人被逼无奈按下手印，而军官的目的就是将他送上死刑台。临近监狱前，还嘱咐其他犯人给男人一点教训。男人正在睡觉，突然犯人用袋子套住他的头，接着所有人围成一圈，用脚轮番飞踹，恨不得把他踩死。因为男人是杀害6岁孩童的杀人犯，万幸男人大难不死，但浑身上下只剩3根肋骨完好无损。从此以后，男人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。他只有在外出放风时才能喘口粗气，牢房内的脏活累活都是男人干。经过长期相处，狱友怎么看男人都不像杀人犯，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智障。只有6岁智商的男人，甚至连一只蟑螂都舍不得杀死，怎么会是杀人犯？每当夜晚，男人都会喊着女儿的名字，声称他要回家照顾女儿。最终男人还是被判死刑。女儿来到监狱大墙外，一声声叫着父亲。父女2人一人一墙，互相倾诉心情。这天夜晚，男人去卫生间时，无意间撞见一名犯人拿着刀朝着监狱老大捅去。单纯善良的他不想有人受伤，直接挡在监狱老大面前。男人腰部挨了一刀，监狱老大顺利躲过一劫。从这之后，所有人根本不相信眼前这耿直的傻子会是杀人犯。监狱老大欠了男人一命，他问男人想要什么，男人说只想见他女儿一面。于是黑老大动用关系，趁着慰问儿童演出时，偷偷将女孩混进演出队中，趁着混乱藏在餐桌下。牢房内，女孩不惧怕任何人，一冲上前抱起智障父亲。看着父女2人久别重逢的场面，犯人眼角也流出了泪花。小女孩询问犯人为什么会关在这里，他们只能哄骗她说因为生病了。谁知女孩立刻掏出口袋中零花钱，叫他们买药吃。这时女孩瞪大双眼，询问监狱老大得了什么病。瞬间男人老泪纵横，因为他也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不幸夭折。突然狱警到来，所有犯人慌了，迅速将女孩藏了起来。今天是小女孩走出监狱的日子，不过她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智障父亲含冤入狱，唯一的亲人奶奶也在父亲走进监狱后急火攻心，一命呜呼。监狱老大不相信心地善良的男人会是杀人凶手，终于他千方百计找到了男人无罪的证据。案发当天，悬崖对面恰好有一个男人目睹了女孩死亡真相，可失去女儿的军官即使有证据表明男人不是凶手，但他是铁了心让男人赔命，一枪杀死了人证。3天后，监狱破天荒安排男人和女儿见面，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面代表什么，只有女儿不知道父亲的死期临近。她望着单纯的女儿，嘱咐女儿照顾好自己。说罢，父女2人抱头痛哭。她虽然傻，但骨肉分离的剧痛却是那么的痛不欲生。她不怕死亡，怕的是自己死后女儿会思念自己。很快会面时间结束，男人哄骗女儿说他很快就会回去，叫她好好吃饭。男人一瘸一拐走出会客室，瘫跪在地，久久不能自拔。女儿其实什么都懂，她只是不说而已。转眼到了死刑当天，男人穿上西服，体面的和狱友道别。绞刑架上，一个无助的背影在月光下格外耀眼。女儿还傻傻的待在家里，等待父亲归来。突然，男
男人的身影在远处出现，女孩欢快地叫了一声爸爸，父女二人手舞足蹈，尽情拥抱。原来在男人死刑当天是黑老大出狱的日子，曾经他也有一位天真善良的女儿，却因他的关系被无故杀害，生命永远定格在6岁。他看到女孩就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他深有体会，他不想看到悲剧再次发生，于是利用自己人脉的关系，用自己的生命替换了男人生命。绞刑架上死的人是监狱老大，他把自己的烟盒留给女孩当做纪念。影片的最后，男人带领女孩连夜去到了别的国家，从此以后改名换姓，开始新的生活。7号房是一个监狱，房间里面的人对女孩和男人是一种救助，但小女孩对监狱里面所有人何尝不是一种救赎？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。